Hello， 大家好，我是建哥。那之前就有观众说嘛，建哥你怎么老盯着 ROG 呢？也要换换口味。所以说呢，这次我们就自费购买了这台26000块的国行外星人 M15R4。那刚出了这个 Cherry 机械键盘版本的。看了看，目前好像国内国外都没有人做过这个版本的详细测试。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外星人，它是真旗舰，那还是专坑有钱人？那老规矩，这个本子后面会出二手，有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购买的是 M15R4 i7-10870H 32G 内存 1TB 固态3070显卡的，带的是 Cherry 键盘的版本。那没买3080是因为我们买的时候呢，它缺货。那甚至 Cherry 版本的货它都很紧张。黑色和白色的版本分别取名叫月球暗面和星辰啊，充满了文艺气息啊，还有寓言设计，什么环形灯、蜂窝结构、极简主义、符号化、扁平化，都很好听。A 面确实相比以前老的系列啊要简洁一些，那纯色底加上一个外线的图标和一个15的符号，这个外线头还是 RGB 的啊，不得不说 A 面还是非常好看的，是让你觉得这几万块钱花得很值。B 面是一块1080p 的300赫兹刷新的 IPS 屏幕，刷新率基本算是达到了顶尖水平，那打游戏肯定是用得着的。色彩方面的话，色域覆盖达到了99.1%的 sRGB， 但是平均德塔1的话有 1.69，有一些高，那主要是黑白这块有些偏。如果说有条件校色的话，这块屏幕还是能够达到比较好水平的。屏幕下面是一个大下巴了，那至于能不能单手开屏，有一些困难，不是很顺畅，不够拍面。C 面的键盘可以说是比较有来头的啊，外星人和 Cherry 合作出的机械键盘，那 X 型 OE 设计，敲起来确实是真机械键盘的味道，非常清脆有轻微的段落感，有点类似于那种没有了前半键程的茶轴。它机械键盘的这个电商宣传页面写的是1.8毫米的键程，普通款键盘是1.7毫米，都比常规机械键盘要稍微短一点。那 M15它没有给小键盘，那不过空间貌似也不够了。M17的话，它才给了小键盘，不过有点需要注意嘛，它顶部有一排小功能键啊，它不是机械键盘的，还是普通的那种。总的来说呢，这个 Cherry 轴的机械键盘手感真的是非常棒，比普通薄膜键盘好太多了，而且厚度的话也没有啥增加。但是后面的测试就会发现，那这个键盘你只能平时打字的时候用，在玩游戏的时候是基本没法用的，因为笔记本的散热太差了，导致键盘非常烫手，那还是得外接键盘使用。这个就非常蛋疼啊，空有一个好装备却使不上，就有种你谈了一个特别好看的女朋友，晚上却不跟你碰的那种感觉，只能干着急。触摸板的话就给的比较小了，那仅仅满足基本使用反正用到的频率也不会很高。游戏本的话基本都会自己在外接鼠标的。以前外线的触摸板是一整块的灯板，那大面积的 RGB 感觉过于花里胡哨，那 M15R4 这样的反而更好接受一些。键盘有 RGB 其实就够了。键盘上方还有一排这个蜂窝状的进风口，地面遵循设计语言，那看上去依旧简洁留有蜂窝状的进风口。角落是扬声器，扬声器的音质这块外星人向来要比其他 Windows 笔记本要强一点因为别的基本就是听个响还是同行衬托的好我们实际感受一下吧。What is wrong? What is my problem? What can I get out of this world that I created? Fighting the storms in my head. Don't know where I've been. Holding on to what I know, to everything I've learned. What is real and fabricated? What is wrong? What is my problem? What can I get out of this world that I created? Fighting the storms in my head. Don't know where I've been.那左侧给了一个网线接口，一个 USB 3.0和一个耳机麦克风2合1接口，右侧给了2个 USB 3.0和一个 UHS-2 的 TF 卡槽。我是真的搞不清楚都15寸的游戏本了，为啥要给个 TF 卡槽？还不如不给呢，就有点恶心人。大部分相机你也根本用不着给个标准的 SD 卡槽很难吗？笔记本的尾部给了一个 HDMI 2.1，一个 Mini DP 和一个支持充电的雷电3接口。实测的话只能提供60瓦的充电功率。相对于目前很多笔记本都能提供100瓦的 PD 充电，
26000个外星人只有60瓦，确实比较拉垮还有一个外星人他自己的拓展坞接口和充电接口外面一整圈的 RGB。说实话的，外设接口给的有一些少了 ，Type A 只给了3个，机身最后的地方呢，其实离桌面有23毫米。但是呢，外星人的宣传就非常的魔性了，这个也是令我极度觉得侮辱智商的地方，特别是专属侮辱中国消费者的智商。那在外星人美国的宣传视频里面，它清楚的标出了笔记本后排封口的厚度是20.5毫米。那我们实际测量，那整个机子它不带脚垫的厚度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个。但是呢，中国大陆的宣传视频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京东外星人自营旗舰店的宣传视频，却标注为厚度薄至17.9毫米，然后底下加了一行小字，仅限部分机型配置，测量厚度不含脚垫。那这个宣传其实就比小米比硬币还薄，更加无语了。难道你放不放进包里面是看你最薄的地方吗？那头能钻进去，身体也不一定能钻进去关键是我们怎么测试这个不含脚垫的地方，怎么都测不出来有17.9。美国那边用20.5的地方，其实它就是不含脚垫的厚度。所以说中国特供版的人又给你加了一句数据来源于戴尔内部实验室，可能因为测量方式不同有所差异。关键这个中国大陆的宣传页面上上来就给你强调全新的 Alienware M15R4 17.9毫米超轻焊PC， 然后后面页面里面又再次把17.9毫米和一堆限制词再恶心那几把。如果说美国的宣传是玩点文字游戏，那中国大陆的宣传就是彻头彻尾的把中国消费者都当傻子，最后还来句傻子你别较真了，数据来源我美国戴尔实验室整机重2340克240瓦的适配器的话也是老大一个，两个一共就重的话3339克，一起带出去的话7斤重关于充电器这点我是极为不满意的。作为一个26000的笔记本，这个240瓦的充电器和我5年前购买的戴尔雷电3拓展坞的这个充电器没有任何的区别。这个又大又烂又黑的充电器，那只有英特尔幻影峡谷 NUC 配的那个和本体一样大的那个很烂的230瓦充电器可以一起比谁更差。就连 ROG 冰刃4双屏的240瓦充电器的话，相比就比它的体积小了很多。关键这个笔记本自带的雷电3接口它只有60瓦的充电，比如说你想拿出去应急的话，用快充头的话都很难受，很难想象这是一台2021年还卖26000的电脑。拆机的话，看一下内部设计，地面的螺丝采用这种松不脱的设计，能有效防止螺丝丢失。那螺丝拧开以后，地面会自动翘起来一点，很容易就能打开了。它不像有些笔记本还要拿个撬棒在那边撬半天搞卡扣。打开后可以看到主板基本上都被遮起来了，留给你操作的只有3个固态硬盘位，2个2280的，一个2242的但是它写成了2230，那30的那个位置它根本就没有给罗住非常费解。电池容量86瓦时，不过在游戏本上面，这种电池随便就能给你用完了。撕开塑料纸的话，只能看到主板，也就意味着这个散热器是夹在主板和键盘之间的。那这种设计恐怕键盘就要有些热了。那从这个官方的宣传画面中也可以看到，热管它不是传统笔记本的，是在下方出风口的，而是夹在这个主板和键盘中间的。但是给这个散热部分的特写，就把散热模块给反着放，给人造成了极大的误解。我觉得还是外星人偷懒，他不肯改模具。他光宣传花了多大的精力去搞这个拆尾的机械键盘，但是因为糟糕的散热设计，导致键盘傻的基本没有什么使用空间。内存是板载的，不支持更换，用的海力士颗粒的。内存频率2933兆，双通道，共32G，容量相当于打游戏来言完全够了，就是速度有些不够用，时序和延迟也是很不理想关键是板载的，你不能自己换。这点被不少人吐槽，因为3070的 M15R4 16G 跟32G 的价格差了好几千，内存性能还不咋地。那固态硬盘使用是西数的 SN730， 就是 OEM 版本的 SN750， 还给了一个铜片辅助散热，实测连续读写都在3000多每秒但是固态用的还可以，就是温度有点高，测试的时候最高能到74度。看来那个小铜片起的作用比较有限无线网卡是Killer 的1650W 高级版的 HR200。继续往下拆解就比较麻烦了，一共有3块主板，中间这样是用桥连接，螺丝固定的，强度要比排线高不少在断开了一堆排线跟螺丝之后，终于能看到主板的另一面了。散热器一共使用了4根热管
1根大的，3根小的啊。单纯从数量上来看并不多。散热器整体的厚度也不大，那整个散热器的规模也比较有限。那能不能压得住 i7-10870H 和3070的话啊，还是要看接下来的散热测试。看外观和拆机，我们开机看一下配置。一开机就又出现了一个令我非常生气的地方，就是这个 BIOS。这是梦回10年前吗？那整个 BIOS 不仅是全英文页面的非常丑，甚至连鼠标都不支持。那之前我们测试的那个七彩虹的破烂本子，它用的那个蓝天没人要的公模，也是10870H 的，但是那个破 BIOS 它好歹还能用鼠标呀。作为一个2021年卖26000的本子，那这个 BIOS 就是完全不用心的设计。配置方面 ，CPU 是 i7 的10870H， 一个8核心16线程的 CPU。那显卡是笔记本的3070啊，510个流处理器，相对于桌面端的3070少了768个，缩减了13%，比4864个流处理器的36零钛多了5%。那待会还是要看看实际表现相当于哪张卡。那性能测试，我们使用高性能模式，并且保持风扇全速。不得不说，这个风扇全速的时候是真的吵。220的全核心是4203分，单核心464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220的跑分，大概能到台式机的 F 水平。那单烤 IPU 的话 ，CPU 的功耗为100瓦，温度100度，频率3.7G。那到底是这个英特尔的8核心啊，轻轻松松就100度了。单烤显卡功耗是140瓦，偶尔能跳到150瓦，但是只是瞬时能达到，没有办法保持啊。温度76度。这个时候 CPU 有个核心居然也被带到了接近90度啊，这个散热啊无语了。双烤的时候呢，两者的功耗都有所限制。CPU 的功耗是60瓦，温度是100度撞墙，频率3.2G。显卡功耗是130瓦，温度78度，频率也比单烤稍微低了一些。那果然这台笔记本的性能策略还是很激进的。CPU 和显卡的给的功耗限制都比较高啊，推到了散热器的极限，后果就是会非常的热。CPU 随随对面就上100度了 ，CPU 的温度也不低。那键盘中间这一片的话都有50多度，包括 WSD 附近也有些偏高。放上去的话，手能明显感觉到手底下很热，这就导致你玩游戏的时候你得外接键盘，那自带的机械键盘就很难用到。笔记本自带了5种散热和性能模式，在双烤环境下，我们全部都测试这边噪音、温度和功耗表现。那全速和性能模式下 ，CPU 的和显卡给的功耗都比较高。全速上来说，显卡温度稍微低一点，那 CPU 是100度，但这个噪音已经到了是不可接受的级别了，说明这个机器的散热性能是被散热器限制了，提高风扇转速也救不回来。而且这里说一点，这个风扇的噪音它非常的尖，所以说听起来真的是穿透力很强啊，非常的难受。那均衡模式 CPU 的噪音表现和性能模式差不多的，一开始的时候功耗强也一样，但后面温度上去了之后 ，CPU 的功耗就限制到了40-50瓦上下，看着还算正常。但是双烤5分钟以后，那显卡又降频了，那只剩下60瓦不到。这个时候 CPU 的功耗反而又回到了原先的水平。那最后的冷却和静音模式把卡优的功耗都限制了，进入了降频状态，换来是安静。那静音模式下只有42分贝，那只比环境噪音高了一点。这点确实是不错的。如果说不打游戏的时候的话，至少还有个模式能去不影响周围的人。但是比较难受的话，就是5种性能模式下键盘的温度都比较高，没有显著的区别。毕竟发热元件和热管它就贴在键盘底下啊，这个热量是逃不掉的。所以宣传页面什么外星人超级散热架构，又是均热板，又是4个3.5毫米的热管啊，更大的散热模组，双进气口、双排风口，有效降低键盘温度不烫手啊，完全就是坑土豪的胡说八道的。而且3.5毫米的热管其实也没啥可吹的啊，说不烫手的话，我请设计师你自己来摸摸50度，你说烫不烫手？至于一堆吹什么风扇叶片数多少的，真的就是我觉得有些不懂产品来侮辱职场了。前面的测试都表明了，散热的瓶颈它不在于风扇，而在于散热模块本体。这里再说一个这个宣传页面让我看了觉得有些搞笑的地方啊，官方宣传从均衡模式到这个全速模式 ，CPU 功耗从45瓦提升到了63瓦，但实际上全速模式下，那显卡能维持120瓦的功耗。均衡模式下，这个显卡会因为温度过高，从120瓦降到不到60瓦左右的功耗。而外星人 M15R4 这个糟糕的散热设计，那导致显卡会把 CPU 加热到90多度。那显卡过热降功耗以后，那 CPU 的散热压力反而小了。所以均衡模式下的 CPU 功耗，那从一开始的确实是45瓦，很快又随着显卡降功耗，
CPU 功耗又变成了57瓦了，跟全自动驾差不多了。你看着这个官方说的 CPU 从45瓦提升到了63瓦，啊，就感觉哭笑不得啊，反向虚假宣传。那游戏表现，单看 3D Mark 的理论图形分的话，那这台笔记本搭载的140瓦3070要比桌面端的3060去强个20%左右，但比台式机的3070还有大概25%的性能差距，那甚至比台式机的3060 Ti 的话还要弱10%。所有的测试均在 1080p 分辨率进行。那 CSGO 电竞画质benchmark 测试为417帧，撸啊撸最高是250帧。吃鸡3级制画质的话131帧 ，CPU 大概是45瓦，但是温度会到90度左右。显卡120瓦的功耗却占用只有50%到60%的占用，所以说吃鸡的帧数是明显偏低的。德军总部最高画质那2个测试分别为153和119帧 ，CPU 功耗为60瓦，温度也是90多度。显卡虽然有90%多的占用，但只有120瓦的功耗。极品飞车21的话，最高画质有91帧。这个游戏对 CPU 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 CPU 的功耗能到65瓦，直接就到了100度，甚至影响到了显卡的性能啊。功耗的话只有130瓦不到，显卡占用的话也只有80%。古墓丽影最高画质开光约76帧。这个游戏似乎对于 CPU 的占用不是特别高，显卡也基本能跑到接近140瓦，99%的占用。那测试中有几个游戏的显卡占用率是明显偏低的，就比如说吃鸡和德军总部的实验室的测试，导致帧数偏低。德军总部同一个游戏2个测试帧的差距有些多，虽然 M15R4 3070单烤显卡能到140瓦，但是由于糟糕的性能调教和散热，以及 CPU 和内存拖了后腿。那实际的游戏性能和台式机的 i5 加3060没有太大区别，甚至在一些竞技的网游中，那帧数要落后台式机3060差不多100帧。那极大的噪音和极差的散热，换来是极为糟糕的游戏体验。作为一个2万6主打高端用户的游戏本，我觉得这个是极不负责的，特别是糟糕的性能调教，完全就是不用心。但是外星人甚至还在电商页面宣传自己的性能调教。它的控制中心里面还有2档超频选项能说给显卡超频我们试了一下，帧数+1这种超频果然还是只能娱乐一下。那这个笔记本系统自带的应用还是挺多的毕竟2万6嘛，那教你怎么用电脑更新驱动的，还有一些专业的客服在线响应，让服务先人一步。那控制中心可以导入游戏库，识别你运行的特定游戏时候加点不同的性能模式。但是它的这个控制中心，它经常会提示你需要升级，然后就卡在那不动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切换一下风扇转速的话，你都切不了只能重启电脑。看了一眼网速，也没有再下载东西，就僵住了我们通过一些特殊的上网办法才能顺利的把这个软件进行更新，这点就非常影响使用体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工作室的这个电信千兆网和外星人的服务器它八字不合。那外星人为什么敢于把这么拉垮的机子它卖这么贵？那我相信这个外星人的这个 logo 信仰就非常有加成。除了糟糕的游戏性能和散热的噪音外，这个本子有出色的外观、音质和外设，那都是加分项。另外就是这个强大的售后了，外星人是少有的支持意外保的机型。那不过这个机子实在太贵了，而且比较缺货，所以说的话，我就不拿这个机子去测意外保了。我们后面会有机会再买一个便宜的外星人机子，我们好好测试一下这个外星人的意外险。因为我们发现不少用户反馈，所谓的意外险的话，并没有宣传的那么神。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外星人的 M15R4，顶级的价格下确实是顶级的外观，第一眼看上去确实非常惊艳，搭配的拆月轴机械键盘也确实是顶级水平。但是作为一个游戏本，M15R4 的游戏性能、散热、噪音都是不及格的存在，动辄100度的高温，50度的键盘温度，还有糟糕的帧数，使得3070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出它应有的性能。但是由于外星人本身的品牌拉力和成功的市场推广，依然收获了不少土豪用户的青睐。那很多高端商场里面都可以看到外星人的店铺，从商业角度来看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有钱人就活该高价被坑吗？也许人家就是买个机子玩玩网游，人家玩的开心就行了。那我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外星人这种专业坑土豪的这种商业模式，那欢迎大家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你是否会去购买像外星人这样的主打售后的机子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有观众别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点一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的 YouTuber， 你们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客 CLO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搜索商品潮玩客。这是潮玩客，我是剑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